这个视频我们做一下饥荒单机版的挑战，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打通第一周目，走到下一个世界。我们开一个存档，什么都是默认的。为什么要打通第一周目呢？其实这个是有意义的。我原来以为去到下一个世界无非是重新开始玩，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什么东西可能都没有了，可能你需要重新建立。但是它的意义还是挺重大的。首先有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比如说丢矿，比如说远古犀牛角，你可以去下一个世界去积累更多的。那上一个世界的不会就没有了吗？也不是的，其实你可以带一些物品，好像有几个格哦，好像你身上带的东西都可以随着你去下一个世界，所以还是挺有用的。所以首先我们进来的话，我们需要先找到这4个零件，然后把4个零件放到一个底座上，就能够去到下一个世界。这也就注定了我们生存逻辑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喜欢建一个基地然后生存，这一次我们要尽快的找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在保证自己不死的情况之下，赶紧找零件，找底座。所以这个地图我们要看一下，沿着海边跑，把一些主要地形跑过。一般这些零件都会出在特定的地图里。还有去下一个世界、去下一个周目和冒险模式是不一样的。冒险模式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机制，特殊的比如说永夜呀，还有永冬啊。下一个世界就是和这个世界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它在你的存档里是一个2杠级，现在这是1杠1，也就是第一个存档，第一天。首先我们要找一些草和树枝，再往上做火炬。这个很重要，因为晚上我们也要跑图，晚上我们就尽量能不见萤火就不见萤火了。这个地方资源挺丰富的，先捡一点。还有趁着收集资源的时候，我想说一下关于去下一个世界的优点。刚才我说过了，第一点就是把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变成可再生的，也就是比如说犀牛角丢矿石，这个你挖完了它就没有了，而且在这一个世界里可能很少。所以你想做一些东西可能不够用，所以你可以带着东西去下一个世界。比如说你身上这些背包、这些格子，你都可以带到下一个世界去，再收集新的，这样你的资源就可以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一个世界，它可以成为你切换人物的这么一个契机。比如说你这个人物玩了大概有100天吧，你不想玩这个人物了，你想换别的人物，但是你换别的人物，你又没有现在积累的这些东西了，所以你可以去下一个世界，带着一些东西，趁这个机会换一个人物，这个是可以的。还有这是第2条啊，第3条就是战略性撤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基地被一些怪物给摧毁了，是吧？你还要重建，那还不如去一个新的世界，这是战略性撤退的。第4点，其实网上我看到有人说这是保留财富与科技，就说继承自己已经解锁的科技配方去到下一个世界，相当于你体验了一下降维打击的那种快感吧。你解锁那些科技，包括你可以带一些东西去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所以我大概能总结出来就这4条，看你适合哪一条了。如果你这4条都不适合的话，最好就是在一个世界里自己玩了，我是这么觉得。总之我玩了这么多年，我是没有怎么去下一个世界玩的，照样也玩过来了。这里有裤子，这些东西我们能不带就不带吧。我们需要解锁科技，找一个背包啊。我想想看，先跑图吧，把该跑的地方跑一下。有浆果采一下浆果，对，还有木头，稍微砍几根木，草放在第2个，树枝放在第3个。看一下，这里属于资源密集区，上方先把上方的地图跑了。我尽量不跳过去，我也不捡，看看我大概能用多少时间。刚才我跳了有几秒钟吧。我找到了一个，这是橡树地皮，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地面都是橘黄色的，而且很安全，应该是有蛛王，不过这属于地图非常偏的一个地方了。天快黑了，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邪点的玩法，就是你可以做一个火炬，如果你觉得不够亮的话，你可以这一路上看见什么点什么，这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把这个世界给霍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是要去下一个世界的，一定要提前造好火炬，要不然到晚上真的是一瞬间就死了。把这片树林给点了吧。
这个树烧了，它现在都能够标识出来了吗？以前这个树烧了，它是没有标识的。这里有金矿，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解锁一下科技。到了矿区啊，我要猪村了，不好意思，把猪村给点了。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待着。这里应该是没有零件的吧？这个地方我就不转了，我去下方把这个金矿石打一打。打了金矿石之后，解锁科技，找到一个背包，背包可以带更多的东西。这个是我目前需要造的一个，其他的东西就无所谓了。做一个鹤嘴处，尽量的打有金色条纹的矿石，因为它会有金块。金块的我们可以做科技，要不然白开一个。这还有几个，全给它打了。应该够用，这个好啊，这个能打出2个金块。我们好像不够用了，这个鹤嘴不要。这是海象巢穴，冬天是有海象的。曾经我为了找这个海象巢穴费了好多力量，我主要是为了弄一个海象长牙，做步行手杖鱼。上方这是什么？有恶魔之花，但是没有零件。这个地方可以探一探，说不定能找到零件。兔子真难打。这里有蜘蛛巢，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里说不定会有零件啊！我记得这种稻草地上有一个零件的。好，上方没有，我们就再往这里走，看一下地图。往这走就画了个圆啊，走一走吧，说不定有呢。对，最好就是沿着海岸线走。这里只有一个木材。按理说啊，找到猪村的话，我要是为了建营地，我肯定是在那里安营扎寨了。但是现在为了找零件，我们就不在那里安营扎寨，直接走。这个猪还在那里跑啊，我应该怎么走呢？应该从下面走，把下面的海岸线也给它跑出来。也有章法的跑，我感觉我在兜圈子。今天夜里我就得生个萤火了，吃点东西，砍个树，造个科学机器，再做一个背包，解锁一下背包，顺着海岸线跑，最好是把轮廓给勾勒出来，再找中间的。这里是哪里？这里我来过，天黑了。我们尽量找一个有绿色地面的地方建萤火吧。我想砍个树什么的，要不然晚上这时间都浪费了。晚上不好的一点就是你看不到海岸线，还得看着地图走。有蜘蛛，再建一个。肉烤了吧？还有个胡萝卜，还有绿蘑菇，烤了之后补脑子，在脑子下降的时候可以补。这个花环，它可以缓慢的增加大脑。当然，如果你跑到恶魔之花旁边的话，大脑下降的太多，这个花环就抵不住了。这个花环有一个缓慢提升的功效，但是如果有那个特别大的那种威胁，让他大脑下降，那就没有用。有一点用，就是难以抵消了。这又是一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蜘蛛啊？我想起来了，这个地图里面有一个地方蜘蛛巢特别多，是一个矿区，那就是这里了。如果你缺蜘蛛巢的话，你想弄一点蜘蛛在自己家旁边，你想打的时候可以打一点丝线之类的，那你可以来这里找一下，打几个蜘蛛巢。当然要打3级蜘蛛巢，要不然它打完之后就破掉了，就没有了。3级蜘蛛巢会给你一个蜘蛛可以种植的蜘蛛巢，里好多金块了，还挺好，直接捡。还是沿着海边走，海边在上面。到目前为止，一个零件都没有看到过。真的是走的地方也不算少了吧？我看一下，其实还行，一般般。走的地方我觉得1/6差不多吧。这个地图可以设置大小的，我这是默认的，可以设置更大，也可以设置更小。这种树啊，挺有意思的。这种树没有种子，砍完就没有了，干脆给它引火烧了。这个地方好空旷，其实这种空旷的地方特别适合做家，位置再好一些。一般每个地图里都会给玩家留出一些特别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像那个橘黄色的那种橡树地面，还有那种稻草色的，全都长草的那种地面，还有那种最好的就是在地图中央四通八达的那么一个浅绿色、青绿色的那么一个地面，有这么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宽阔的地方适合家。不过我个人习惯是建在猪王旁边，因为那里猪人比较多，比较适合我用猪人帮我打怪啊，或者帮我砍树之类的。对，我们回到这里了。那个地方既然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往下走，绕了个圈儿，我们再下来肯定还有，在这里有一些地方。背包我们都不用造了，直接有啊。这个没关系，它是直线攻击，你只需要往它直线攻击的对象跑就可以了。而且它还给我们弄了好多木头，我们
们可以多捡一点，这样省得我们自己砍了。沿着海边走的话，海边在下方，我们去下方。这树好碍事，都给它点了。找到一个，太好了！感觉这个树太密了，在这里点火容易被烧死啊。还好有地方落脚。我们找到一个零件，在右边。等会儿等火烧一烧，我们就过去。找到一个土豆状的装置，是这个没有错。点一个 F 引火，点一个火炬。接下来还有3个零件，还有一个底座，继续找吧。注意时不时要捡一个花。这个花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大脑。如果是正常玩的话，尽量不要放火。我觉得放火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都给烧没有了的。这个地方都是树木了，应该没啥了吧？反正还是继续走，沿着海岸线到了一片新的区域了。这一大片应该都是。这里有猪，你住哪儿啊？哦，这里。我靠，什么东西？是不是有巨人来了？刚才整个地都在震呢。哦，什么东西？为什么在震呢？我看一下，应该就是这个方向。不对，怎么回事啊？应该是我烧树烧的太多，出来那些树妖了吧？我觉得应该是树妖。树妖走路地面应该会跟着震吧？我忘记了，树妖应该会跟着震。猪舍和蜘蛛巢特别有意思，把猪舍建在蜘蛛巢旁边，然后猪就会和蜘蛛每天都打架，要么猪被咬死，有肉，你得眼疾手快捡到肉吃，那要不蜘蛛被打死。蜘蛛的怪物肉有可能你捡不到，但是丝线和线体是没有人要的，你就会收获一地的这个蜘蛛的丝线还有线体，所以是一个刷线体的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应该刚才是树妖，我点了太多的火，树木死亡的太多，树妖就出来了。我还以为这个巨人出来了呢，现在应该不至于第4天就出来巨人吧？我开了 DLC 那个巨人国度的。所以应该会有巨人。这个地方我怀疑也会有一个零件，这个东西砍了会有什么呀？就一个小树枝啊，太贫瘠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小树枝，但是要被扎一下。我听到有机械的声音，下方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我听到机械的声音了。哦，对，我想起来了，就在这个戈壁滩上，好像也是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穿越下一个世界才有的那些机器人或者基地什么的。看一下到底有什么。风滚草，每个风滚草给我一些，竟然给我齿轮啊！这齿轮也不能算是不可循环了吧？我还以为这个齿轮只能从机器人身上获得，有概率能刷出来，那就不算是不可循环的东西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绕完这个海岸线，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基地，我们就进中间找一找，一定把这个基地找到，说不定是有零件的。跑地图实在是太麻烦了。按理说这个都是你日常生活中慢慢探索的，但是我是为了穿越到下一个世界，所以在一开始就用尽全力去探索了，真的挺麻烦的。海岸线弯弯绕绕的太多了，但你不沿着海岸线乱跑了，可能工作量更大。对，都天黑了。这声音跟我靠，差点被干掉了。这声音搁这儿弹钢琴呢，找到了，在这里。兜了这么一个圈子，然后它在这里，在我们一开始的地方找到底座。我靠，不行，赶紧跑，别被干掉了。底座是找到了，我们还差3个零件，但是我们要穿越下一个世界，一定要先把他们干掉才行，跟他们周旋一下。我把那个大的引过来，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战斗力，没有长矛，但是我们有，但是我们可以走位啊！不行，我得小心一点。它这个光波实在是不好走位，它是有范围攻击的。我以为躲开就行了，算了，我们还是先找别的东西吧。找到别的零件再来打它也不迟。这个地方探完了，那剩下的是这一大片了。这一大片，我们顺着猪村从这里走吧，让我们往上走。心脏都干没一大半了。这个地面还在战斗，还在颤抖。应该是有树妖，任务已经完成2/5了，再找到一个就完成1半以上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最后找到那底座，我们需要建一个科学机器，做一个木质盔甲，跟他打，得把他们消灭了才能去下一个世界。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的。我以为光找东西就可以了，可以避免和其他的生物进行战斗，看来不是这样的。这个排消挺有用的，应该是可以让生物睡着吧？我们可以试一下，到时候有没有用，让周围的生物睡着。总之，目的是尽快的去下一个世界，能不打就不打。
懒得和他们较量。现在天渐变长，应该是春天，慢慢的到夏天。再看一下这是到哪里了？上方很大的世界啊，沿着边儿走吧。这又是一片很大的空地，这个空地应该也适合建家之类的，真好啊！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建家，奈何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可惜了。我有预感这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地方如果建家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啊。最好的地方应该是中间这一片区域，比较四通八达，或者这个地方太偏了，还不如村呢。朱村都没有这偏。一般来说，在我的印象里，猪王所在的地方，朱村是最偏僻的地方了。找到牛了，不是发情的牛吧？会不会撞我？不会。大便可以生火，挺好。要来猎犬了呀，还是免不了一战呢。不过我们可以跑啊，遇到猪的话让猪打不就行了？再做一个火炬，省得到时候没有火炬还得现做。来了，看来今天晚上都得跟他们一起被他们烦，他们会紧追不舍的。我小时候被这个猎犬烦的是不要不要的，真是太讨厌了。真的，我本来打的挺好的，没几下就被他们咬死了。我也不想跟他们打，他们就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我家里咬我，还会把我的家咬破，把我新建的墙都给咬碎，真是非常讨厌。我曾经被这个猎犬气得砸鼠标，想想那会儿挺有意思的，听到机器人的声音，但是这个机器人是哪里来的呀？那边还有地方吗？应该是这一边。而且这猎犬可以走位，打，再打，再打，来，再打，打死了。这就是我练了好多年的走位，真的。我最近不是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前1-2年吧，我都不会这个走位。打怪物打得我非常难受，我碰到蜘蛛我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小时候玩这个游戏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就特别害怕自己碰到各种危险，蜘蛛也好，猎犬也好，我们出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有机器人，我是一定要去看看它在哪里的，所以再进去一趟。这是猎犬窝呀，沿着路走吧。听着声音应该是在上方，在这里。又听到声音了，到底在哪里啊？我靠，难道在这个对面吗？别管找一找吧。总之，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也不能听声辨位，它好像声音并不是根据实际的方向来算。找到一个，好，现在我们找到3个了，3个东西了，3/5，还差2个零件，还有一个圆环状的，我记得，还有一个方块状的。它们好像所在的地皮颜色都不是这个颜色，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走了呀。它们所在的地皮颜色应该都是绿色，对，浅绿色，也不一定，应该是大概率在那样的颜色里。我记得我以前玩有几次也是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找到的，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接着往右走，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和大陆有非常小的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多杀人蜂所在的地方，特别多那种红色蜂子的那种地方，红色杀人蜂那样子，有主动攻击性的，这也是个挺奇葩的地方。有好多猪点着火炬，有草，或者说有一些别的东西。晚上可以在这里，如果没有火的话，可以在这里待着，或者有猎狗来，这猪也可以帮我们打。只不过这猪有攻击性，它会攻击我们，还是离远一点。这个地方应该没有，我继续往这里走。天要黑了，到了庙里，咱可以在这里建一个火吧。反正我们也需要烤一些东西吃了。继续找墓地，好地方，挖了东西可以换很多金块。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会有沼泽。这附近有沼泽地。我们现在已经玩了51分钟了，看来走遍全图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以为不到1个小时我就可以找到呢。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但是我现在选择的这个方法是求稳。如果说我乱跑一通，也有可能运气比较好，是吧？很快就找到了，只能是靠运气。如果想稳扎稳打的话，只能这样子，沿着海岸线跑。把该走的地形图走遍之后，大概知道它在哪里，在地毯式搜索就可以搜到高鸟蛋。我可以偷一个蛋，被发现了，没关系，它追不上我。我第一次遇见这个高鸟，真的是我被它追了一个地图。主要以前操作没有那么流畅，就走走停停，不就拉仇恨吗？一直把它拉仇恨拉了半个地图。小高鸟可以养一养，
把这个蛋放在火旁边烤一烤，可以养一个小高鸟，但是我觉得没啥意思。把它养大了，它就不跟你了，而且它会一直吵，一直吃东西。第一次养还挺好玩的，养多了就觉得很烦。它要是一直跟着我，我是不是得想办法干掉它呀？如果我不偷它的蛋，它应该不会跟我这么紧吧？我记得高鸟应该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仇恨值吧？还有这个零件，其实在地图上它是不显示的，所以说没办法，我们只能靠自己找。你看到了，你经过了，它在地图上也不显示。你只能自己找，自己用在游戏里走动，看到之后找它。复活石整一个，免意外死亡。看来这个高鸟它是不罢休了呀。那我要是把你的蛋还给你，你就不跟我了吗？算了，想办法打死它。我再找到一个零件，如果它有一个长矛的话，方块型的那种零件，我找到它有长矛，我就可以跟它打了。要不然用斧头打的话，我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走位稍有不慎，你看到我现在的心脏只有一小半了，天快黑了。如果它还一直跟着我的话，我就干掉它。鹦鹉，这个鹦鹉可以干嘛呢？不跟我了呀？太好了，要不然我还得想办法干掉它。为了方便起见，我就不采浆果了，我直接捡胡萝卜吧。胡萝卜捡的时候比较方便，按一下就能捡起来。虽然它是不可再生的，但是无所谓。不是吧？我找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上面是什么？没啥。啊，有一个药可以给我们治伤，先把它引出来。来，对，这个傻大个儿挺有意思的，可以帮我们砍树，也可以帮我们打别的怪。只要被它撞到了，必死无疑。一直震动的话，这个怪物它也可以让地面震动。那我上次遇到的那个震动到底是树妖还是这一片我们都转了？我猜这中间肯定是有一个零件，但是下面我们还没有转呢，怎么弄？找还是不找？就近先找了吧，把上面转一下，找到了，我就说吧，幸好我是找了，火炬还差一个，大概率这里没有了，我们继续往下找。对，你看坚持，它总是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这种好事情，也不见得你会一直运气不好。继续沿着海岸线转，还差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地方没有来过。沼泽，难道沼泽里面会有？绕一圈，算了，沼泽里面应该是没有。我们还是先别走沼泽了，在沼泽里走路我感觉慢一些，速度偏慢。反正我设计游戏的话，我应该会给它乘上一个0.9之类的。反正降低一下速度。正常情况下，在沼泽里走路也会走得慢吧，比较贴近于现实。下面啥也没有，我以为找到了呢。这里应该是最后一块地方了，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02分钟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再用不上2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这为什么会有啊？这是个帽子吗？这是个帽子，装成浆果。这里我来过。这样我们就走完了所有的海岸线，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怎么好像记得还有啊，一个特别多杀人蜂巢的地方，为什么没找到呢？那应该就是在这边我们是没走的，把这里找一找，这里没有的话把这里找一找，不是，这里没有的话我们就去沼泽地，对，这里没有的话沼泽地里应该就有了。我记得最后那个方块的地方大概是在矿区附近，所以我才往上走。我觉得这附近有的概率挺大的，在上面转一转吧，地毯搜索一下，正好上面我们如果没有发现的话，我们就不上来了。没有，应该是在这一片，这一片都是黑的。我们下来，它连木炭都吃啊，吃了多少东西啊？不管了，直接吃吧。怎么搜？横着搜，竖着搜，竖着搜，横着再过来，横着下来再过来，这样走工字形。看来是没有了，要么在矿区，要么在深色的树林里。对，就是这种棕色的树林里。往这边走。最后一个太难找了吧？难道真的在沼泽地里？别告诉我在沼泽地里，我刚才故意不去那里找的。实在不行，我们去看看。这个地方也快探完了，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往上再走一走。再没有的话，真的得往这边走了。说不定那个沼泽地里没有，可能还连着别的什么土地。真的是这个地面支离破碎的。不过现实世界的地面大陆也是这样的，非洲和亚欧大陆连接不就是那一个
那叫什么呀？苏伊士运河，就那一个苏伊士运河吗？下方再看一看，应该是没有。月圆之夜，我都不用举火把了，还挺好。不过我快饿死了。把我的浆果烤了吃，用光鸟蛋。好了，正式去沼泽地。我就不信了，我找不到你了。找到一个好东西，一个燃烧吹剑。这片区域好大呀！我真的好大，终于出来了。这么大一片区域，哇！最后一个到底在哪儿啊？这么难找吗？我去上面看一下吧。上面如果有的话，那真的是我就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刚才判断那个地方有圆环状的零件之后，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别的零件了。找到这个门了，但是这个门不是我们要的东西。这个门是用来冒险模式的。那我们的那个方形零件去哪里了？怎么这么难找啊？地面又在动着，到底是什么呀？又是英语啊，不用开火炬了。一会儿这狗就来了，蘑菇都变成蘑菇树了呀，花朵都变成恶魔花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最下边这里有一个，这个角落里有一个，那个地方有一个，底座在这里。那个应该在这吧？这个方向就这一大片没有看了。难道真的在这里面？还找到小狗了，切斯特！我靠，终于找到了，在这里啊！果然是在这个沼泽地里啊！我觉得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出现了这个东西。好了，我们要去下一个世界了。你还有野牛帽子，多采几个绿蘑菇吧。大脑下降的厉害，不会吧？大脑怎么下降的这么厉害？把它放在切斯特里，这样可以给我们带一些东西。移动的小背包，去找底座在哪里呀？底座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上方过去。OK， 往上方走。这大脑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厉害呀？特定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下降的很厉害，让我们尝试一下大脑缺失的这种感觉，对不对？不知道游戏怎么设计的。对，这样也挺合理的。因为如果你一直捡花的话，你就体会不到这个大脑下降很厉害的这种感觉了。黑了，去赶路吧。等一会儿，我觉得我们得做一个盔甲，木质盔甲，要不然没法打仗。做一个机器，解锁一下绳子，做2绳子，然后再做一个盔甲，战斗盔甲在哪里？木甲，我还需要木头。OK， 木头也盔甲做了，长矛也有了。我们先试一下排消，如果的话，排消奏效的我们就用排消，排消不奏效的话我们就打。1个小时36分钟了，这个视频已经持续了1个小时36分钟，我还说20分钟呢，没想到他真的在沼泽地里。好，到地方来干仗，睡着了，太好了，真的有效啊！我上去把我的小狗拿过来，我去下一个世界，不知道这个小狗能不能一起被我带到下一个世界。齿轮，多捡几个。我的小狗呢？在上面。好，它睡着了，把4个零件都给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下一个世界，继续旅程。这会摧毁你当前的世界，但你的物品将保留。OK， 出发。他在笑了。11天解锁了这几个角色，我就解锁了1个角色。那么继续还是主菜单呢？主菜单，我是不是可以切换角色了？哦，在这里切换角色呀。好了，我现在来到第2个世界了。这个人物已经换成洛威了，是威洛还是洛威啊？反正是这个放火的这个角色，这太棒了呀！我从来没这么玩过。变成了岩谷的灰烬，也就是说这个小狗我们带不来呀。这个小狗它会在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地方生成，我们还需要找啊，东西都有。如果说你玩的是机器人的话，你可以不断的穿越，找到很多的齿轮，找到各种各样的不可再生资源。看一下这个世界，又是一个新的世界，挺好。所以还是总结一下，这个穿越世界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打破不可再生资源的这种限制，第二个就是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这些科技解锁，比如说我解锁了这个绳子，还有科学机器，我也解锁了木匠。
所以你可以解锁这些东西，你可以带着这些科技，带着你背包里的东西来到第二个世界，这属于降维打击，相当于你开始了一个不太难的这么一个游戏起始阶段。第三个就可以换角色，这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特点。第四个，如果你的大本营被毁了，重新修建大本营的话，你本地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是吧？你可以去开启一个新世界，去一个资源更多的地方，重新建自己的大本营。你可以带上自己需要的东西。除此之外，在第一个世界里玩就挺好的，在第一个世界里生存建造，把它当成一个沙盒游戏来玩，挺好的。OK，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